Hello，Madam Poon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记得。我脱鞋先啊。你好，你好，好，你好。吃饱没有？哎呦，我正要问你，你吃饱了吗？我刚刚吃饱，等你来嘛。哇，扮美美，你看你天都当美嘞，美啦，哪美里？美哦，你家也是很清洁嘞。你看你的地哦，还亮亮的嘞。我天天抹的，弄钟天天抹，你天天啊？自己做的，自己抹跟自己。哇，全部自己骂的啊！我儿子很好，来看我的每次。哦，儿子有来看你啦，很好。对。可是你自己一个，你就自己做家务。自己做咯。哇，厉害！几岁你讲我几岁？70多。93。好清洁。哎，我真的很惊讶。你想想看，然后今年94岁哦，可是他什么东西都亲力亲为。你来到他的家，你没有感觉到，可能比我们家还清洁。他天天都骂哦，天天都打扫，天天都骂，把自己一个人的生活，最重要他把自己打理得好，把自己居住的环境。我问他嘛，其实他有孩子，可是他没有选择，没有跟孩子住，然后自己一个人住，他也觉得他 OK， 他没有寂寞。他讲到这个，就让我想起我对社工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反省，因为大家都觉得社工就是做好事嘛，好心啊。但是有时候你不小心的话，你说好心做坏事，你可以想想看呢。今天如果不是 Madam Poon， 另外一个人，我们说 OK， 来，我们今天帮你找人来替你打扫房子。哦，你老了，你不要煮了，或者你不能煮了 ，OK， 我们就送饭给你，我们就提供 meal delivery 饭后服务。不能出门了，你寂寞了，我们就 send befriender， 就是我们一直这样子做。在做的过程当中 ，we send a very subconscious message， 就是你不用出门了。几年前，我跟一群应该是台湾的学者去访问日本，因为日本是超高老龄化嘛，所以他们很多的做法都比新加坡来得好，所以我们就专门做考察。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东京的大学的教授，就带我们去一条街，哇 ，amazing， 整条街哦，它有个天桥，你上了那个天桥，你就看下去，那个整条街2排的店路哦，全部都是白色的，白头发的。全部都是那些 elderly 哦，在那边 shopping 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很壮观呢！你们从来没看到全部的老人在那边 shopping 的嘞。然后我来了，我这个好练的新加坡人来了。我们要过那个天桥，那个天桥很长的一个天桥了哦。然后我就跟这个东京教授，我就跟他讲啦，我说你看这个天桥，老人家怎么过？新加坡就不一样，新加坡我们就开始在天桥做什么？做电梯。然后这个东京的教授就很可爱，他啥都没说，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天桥上去，就站在那里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你可不可以在这边观察一下？好了，我就站在天桥，我就观察了，观察就看到很多老人，有一些真的像Madam Poon这样拿到拐杖哦，就这样从路的这一边上了那个天桥，咚咚咚咚，慢慢走一半停下来，扶着那个栏哦，然后再慢慢爬，再慢慢爬。那个东京教授就站在我旁边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看，我想看了足足有超过5分钟，就在那边看。我终于看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就是他们很慢，他们很喘，可是他们还是自己走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的话啊，我们就叫 OK， 你们不要了，对不对啊？第一个干脆不要出来。我们建电梯给你，我不是说不好嘞，这些原意都是好的。可是当我们越把这些 assistant 做，而且有的时候是当他们还没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先给他们做，然后就完了，他们就开始不走了，他们就搭电梯了。我们说我们送饭了，我们说我们派人来打扫了，我们说我们 send befriender 去你家了，然后怎么样？他就不懂得自己生活了，他就真的完全困在那个独居的状态当中。所以我觉得 independence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我们需要像 Madam Poon 这样哦，我们要让他越来越 sustain 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继续的独立生活。他过得真的太好了，我的榜样，我94岁能够这样，太好了。